火车缓缓启动，车厢里只剩下2个人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被车轮声盖过。这一秒，是不是喜欢我？说完这句话，他没有再看他，可镜头扫过他的侧脸时，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双眼睛，渴望又害怕，像一块脆玻璃，轻轻一碰就要碎掉。这一幕让无数观众在深夜里 emo 到失眠。他就是张凌赫，而这部让他被重新认识的剧叫《这一秒过火》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演员演悲伤，靠的是哭天抢地，靠的是嘶吼咆哮。可张凌赫不是，他在《这一秒过火》里演的慕容清逸，一个从小被冒名顶替、饱受虐待的军阀之子，明明经历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事，可他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是靠喊出来的，他靠的是眼神。先说第一场戏，慕容清逸以为自己认错了人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脑海里瞬间闪过3年前的画面，眼睛先是猛地睁大，带着不敢相信的惊喜。可下一秒，当那个人转过身，不是他以为的那个他脸上的光用不到1秒钟的时间彻底熄灭了。没有台词，没有配乐提示，就是那么一个眼神的转变，观众的心跟着一起沉下去。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教科书级别的表演，比任何嘶吼都更让人心疼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。3年后，他换了身份回到他身边，成了他名义上的准大嫂。这一段最难演的地方在哪？就在于他心里明明还爱着他，可表面上他必须装作云淡风轻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种口是心非的角色，最考验的不是演员的台词功底，而是演员能不能用最细微的表情，让观众看穿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是2回事。张凌赫做到了，他抢先一步宣示自己的存在感，那种试探的又带着一丝倔强的眼神，被很多观众形容为写在了脸上，藏都藏不住。如果你也觉得这种细腻到骨子里的表演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剧里最让人破防的一场戏，是他坐上车之后那种隐忍又落寞的眼神。方木兰从远处走来，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安慰，可他眼底那一丝排解不掉的惦念和忧伤，却怎么也散不去。那些不堪的经历，那些沉重的秘密，还有养母曾经给过他的帮助，仿佛都在这一刻压成了一种无法跨越的无力感。这种情绪的转换几乎看不到任何刻意的痕迹，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，而不是演员在提醒你，看，我在演戏。说真的，这种表演方式其实是有风险的，因为它太安静了，安静到如果演员功力不够，观众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情绪。可张凌赫偏偏选择了这条最难走的路。他自己也坦言，这一次的表演是刻意追求松弛与真实，不想再陷入那种自我感动式的演绎里，而是想让观众先一步共情这个角色。当然，网上的声音从来不是一边倒的，也有人觉得这部剧的滤镜、剧本、节奏都存在问题，甚至质疑他的表演只是眉毛一挑，冷笑一声。但更多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演员只能负责认真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剧情和后期制作他一个人根本插不上手，为什么所有的锅都要他一个人背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种不需要嘶吼的克制式演技和那种情绪外放的表演，你更吃哪一种？直到多年后，或许大家才会真正明白这种表演方式的价值在哪里。有业内人士提到过一个观点，演员想要真正进步，靠的不是背台词、记走位，而是去研究角色的行为逻辑，用本能的反应去诠释每一个细节。这样观众感受到的才是角色真实的存在感，而不是演员在拼命告诉你我很努力的在演。从张凌赫塑造慕容清逸的方式来看，很多细节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3年前后的多重情绪切换，每一次眼神的变化都带着极强的代入感，让观众能清清楚楚地感知到这个角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轨迹。那种爱而不得的拉扯感，转瞬即逝的笑意里藏着酸涩，偏执又温柔，这种层次感不是随便一个新人演员能拿捏得住的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没有刻意用夸张的哭戏或爆发式情绪去证明演技，而是把所有隐忍、挣扎和释然都藏进了细微的表情和呼吸节奏里。每一次沉默，每一个停顿，都像是在替角色诉说
无法宣之于口的心事，也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被情绪牵引，真正理解了角色内心的孤独、遗憾与执着。这种能够用细节打动人心的表演，往往比声嘶力竭的情绪宣泄更有力量，也更容易在观众心中留下久久无法散去的余韵。其实，如果换作是你，当一个人从小活在别人的阴影里，身份被错认，亲情被夺走，连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，你会如何面对这一切？很多人或许会歇斯底里的哭喊，会愤怒的质问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。然而，慕容清逸却没有。他选择把所有压抑、委屈、不甘和痛苦全部藏进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眼神里。那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因为经历了太多失望之后，他早已学会把眼泪留给自己，把脆弱藏在无人看见的地方。当终于等来与命运重逢的机会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深爱的人以另一个身份站在自己面前，那种近在咫尺却无法靠近的痛，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哭喊都更加令人窒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张凌赫没有依赖夸张的表演方式，而是让观众透过每一次眼神停顿，每一次欲言又止，慢慢读懂角色内心最深处的孤独与绝望。这部剧或许在制作层面仍然存在不少争议，剧情节奏也并非尽善尽美，有些桥段甚至让观众产生不同的评价。但至少在人物情感的塑造上，张凌赫交出了一份值得讨论的答卷。他没有刻意追求情绪爆发，而是始终坚持克制的表达，让角色所有复杂的情感都通过眼神、呼吸和细微的面部变化自然流露出来。真正优秀的演员，并不是每一场戏都需要大哭大喊来证明演技，而是能够让观众主动走进角色的内心，感受到那些没有被台词说出口的情绪。当镜头缓缓推进，当慕容清逸沉默地望向远方时，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，更像是在看一个被命运反复捉弄的人。这种留白式的表演给予观众更多思考空间，也让情绪在安静之中不断发酵，比任何激烈的表达都更具感染力。事实上，一部作品、一位演员从来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可。争议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，反而可能成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养分。不同的评价会促使演员重新审视自己的表演方式，也会让他们在下一次创作中不断调整、不断突破。对于张凌赫而言，慕容清逸或许并不是他目前最完美、最成熟的一次演绎，但却很可能是最令人记住的一次。因为很多观众离开这部剧之后，真正留在脑海里的，并不是某一句经典台词，也不是某一个华丽的场面，而是那些充满故事感的眼神。一个眼神里有隐忍，有遗憾，有不舍，也有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奈。正是这些细腻而真实的瞬间，让角色拥有了生命，也让观众愿意相信，这并不是演员在表演，而是真正有人经历着这一切。或许这正是一个演员不断成长、不断沉淀之后最珍贵的价值所在。如果你也被这份克制打动了，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